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l。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我最近读到的书，来自于 John Alfred 的《Wild at Heart》，男人的野性之心。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我会说它是一本写给全世界男人的信，提醒着我，提醒着你，找回自己真正的心。男人的心是什么呢？男人的心是野性的，我们要找到那一颗野性之心，去展开我们的人生。那我接下来说一下谁是 John Alfred。他是一位美国作家以及演讲者，长期研究男人的心灵、灵性和关系。那他认为现在社会把男人驯化的太安全、太乖巧、太可控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礼貌、要安稳、要乖、要听话、要守规矩。那久而久之，许多男人就跟自己内心的野性失联了。野这个字从来不在自己的字典里面。而那个敢冒险、愿意承担、愿意守护自己、愿意为自己全力以赴的你，慢慢不见了。在这本书的作者 Alfred 来看，一个成熟健康的男人心里一定有最深的3种渴望。第一，就是全力以赴的去战斗，这代表着他人生的使命感，那个你愿意用一辈子去解决的大问题。第二个就是展开一段属于你人生中的冒险，敢不敢面对风险还有不确定性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还是你习惯窝在你的舒适圈里面，习惯那些熟悉的事情，习惯那些你已经掌控得好的那一些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事情，你才愿意投入。那如果长期是这样的话，很可能你对于你生命、对于人生的热情就会熄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男人在他这辈子的人生相当的长，那在过程当中，如果缺失了冒险，就没有那种全情投入的热情感。没有全情投入的热情感，那他对于大多数事情，不管是两性、工作、自我精进，他都会失去热忱，他的能量会越来越低，因为他找不到那种刺激感，他找不到那一种活在当下，被激动、被激发的感觉。他没有去认识女生，他太久没有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收入提升，尝试一下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换一份工作，他进入了一种自动驾驶导航模式的时候，不只是没有冒险，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舒适圈其实等于危险圈。那你在等待，其实也等于你在失去。所以很多人的人生其实他在等待机会，但机会多数时候不是被你等待来的，因为在等待的过程中，不管是女人给你的机会，或者是升迁给你的机会，或者是一笔投资买卖给你带来丰富财富的机会，有可能他在你等待的时候已经被别人拿走了。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属于那一些肯冒险、肯出击的人才能得到收获，而且是不管男女，我们的基因都是刻画着主动而不是被动。所以如果你太久没有尝试去做一些不熟悉的事情，或者舒适圈以外的活动，你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初衷想要的人生梦想是什么。那第3个就是一个男人，他的渴望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全心守护的他。我要先说明一下，这不是救世主情节，不要误会，也不是要你把女人当作奖品或者追逐的目标，而是你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找到一个女人，跟你发展一段深情的情感链接，你们2个人并肩往人生的前方去前进，并肩走在一起，一起承担，一起守护属于你们的东西。不管是一个家庭、一个爱情，还是一段承诺，它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都是一个能量 recharge 充电的地方，以及自己精神寄托的地方。那么以上3个重要的目标渴望，象征着我们每个男人心里的被召唤感，它就是一种灵性的存在。我们男人如果有被召唤感，我们就愿意承担，愿意投入更多的力量和生命，活出真正的能量。这些年呢，我在线下带的学生非常多，有一些学生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生命力旺盛，非常有能量。那有些人呢，他就无精打采，给人整个没有能量、浑浑噩噩的感觉。实际上呢，一个男人有精神，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他愿意为之全力以赴的那一个战斗。那我最近也发现到，一个男人如果能够找回内心的野性之心，那种冒险感就会瞬间点燃他的动力，让他真正感受到活在当下。也就像我前几天在这个周末的线下课，有4个台湾的学员来到这个吉隆坡
跟我们一起实战。那他们这几天在吉隆坡，不只是去练习搭讪，还包括了玩、去探索，还有去体验。虽然只是短暂的旅程，但回去之后，相信他们毕竟是满满的回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旅行它可以带来的就是一种冒险、探索的感觉，还有跟陌生人攀谈、取得连接的这种体验。那一股野性还有动能，其实就像车子的引擎和发动机，一旦启动，整个人就会向前冲，就会有那种穿透性，还有活在当下的感觉。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另外的发现，就是当一个男人没有战斗目标或者人生方向时，他的精神气就会慢慢消失，没有冒险，他就会变得麻木，没有深刻的情感链接，他再成功也会觉得空虚。这就是 Eldredge 为什么要用整本书提醒男人找回野性之心，不是要你变得粗暴啊、不礼貌，而是让你同时拥有锋利以及温度。那另外，英国作家C.S. Lewis 曾经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就是他说，这个时代我们对待男人的方式就好像阉割了一匹雄壮的战马，社会要男人乖乖当好好先生，却夺走了他们的梦想。这本书我也看到一个信息，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无聊的男人啊、寂寞的女人啊，以及缺席的父亲。我们今天活得好像什么都有，物质非常丰裕、富足，但是呢，我们内心好像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焦虑迷茫。那是为什么呢？其实不单单是社会和女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男人，我们遗失了自己，我们陷入更多的自我内耗、方向感缺失以及存在性焦虑。所以要找到源头，我们去思考现代社会跟以前的社会有什么不一样。以前的社会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样的职业，通常我们这一辈都会跟着父亲的职业是一样的。父亲如果是猎人，他要出门去打猎，他有猎枪或者他有弓箭，通常我们的射速也会很强，我们也是一个猎人。那如果父亲是一个工匠，孩子也会是工匠。那如果父亲是捕鱼的，孩子也是捕鱼。因为一个男人从小到大，他都是追随着他的父亲去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以及把食物带回家的这个责任感和能力。所以以前的人从小他的学习榜样就是身边的父亲，而父亲往往是具有那一种阳刚特质以及野性的，而孩子的成长往往都是模仿。在这样长期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男人天生就有野性。但是现在的男人，我们从小我们被母亲照顾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去幼稚园、小学、中学，我们班上的老师大多数是女性的，女性是我们的照顾者，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学习榜样是女性。那在学校里面，我们是男女混合的，所以很多时候老师甚至会把一些男生当作女生来教导，所以我们最后分不清楚女生的模样应该是这样的，男生的模样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也没有人指导我们。那现代的社会不断的性化男人，要我们温柔体贴、守规矩，那结果就是男人天性里面的冒险精神、主导意识还有突破的能力被压抑了。久而久之，很多人失去了锐气，变得无欲无求，甚至沉迷在游戏、色情、短影音那一些无聊低级的娱乐当中。那 John Eldredge 在 Well at Heart 提醒着我们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每个男人的心里面都有3种真实的渴望，如果这些渴望被压抑太久，能量就会慢慢枯萎。说直白一点，就是我们活着，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何活着，我们活得浑浑噩噩，枯燥乏味的展开一天又一天重复相同无聊空虚的日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男人这辈子有3种想要去实现的渴望。第一种渴望就是找到一场值得投入的战斗。这里的战斗不是指去找人打架啊，也不是逞口舌之快啊，去跟人吵架，而是对抗那些让你人生变小、让你的斗志变弱的东西。比方说恐惧、懒惰、某些事情成瘾，或者虚无感、无意义感。因为一个男人真正的价值，完全的是体现在他不再为那些他不想要的事情、无意义的东西妥协，而是能够在压力中守住自己的态度、原则和格局，不随波逐流，也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甚至是不想追随行业里低劣的标准。 那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场战斗往往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可能是10年，甚至是一辈子。比方说，致力于改善你公司内比较不合理的制度，或者是完善你的工作流程，还是把一项技术做到产业的标杆。而这样的战斗才是真正的高格局，它不仅给你清晰的方向，也逼着你持续成长。那刚刚说的第一种渴望，就是男人需要找到一个全力以赴、值得投入的战斗。这个战斗可能是工作，可能是想要完善自己的技能，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家庭。第二种渴望就是找到一段真正的冒险。我们男人呢，其实是非常需要冒险感的，因为没有冒险，没有风险，这个男人对于生活，对于他的生命就完全没有投入，而没有投入，他的生命力就会熄火。那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健康积极的冒险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就是像是创业、转职，或者挑战一门新的技能，还是带着他的团队去做一件没人做过的事情，这些都是有长期价值，都是建设性的，都是可以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变得更好。这是健康又有价值的冒险。那相反，不健康的冒险包括什么？我们可能有些男人他会无止境的刷短影片，沉迷色情，还有打游戏，或者是空洞的消费以及赌博。所以你看见很多男人其实很容易对于一些东西上瘾。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夜里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去找 A 片来看，其实找 A 片的过程也是一种冒险感。那很多男人喜欢打手游或者是打电动，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我们不只是消磨时间，更多的是我们在这过程中找到冒险感。所以这也反映出，如果一个男人在他现实生活中，他没有透过线下去采取行动来展开冒险的话，那他就会转而选择线上的方式去找到那一些让他冒险的事情，其中就是打游戏、看 AV 或者是看体育竞技比赛。可是这一些线上的冒险活动，沉迷色情啊，或者是赌博，还是打游戏，都是廉价的刺激，最后换来的是更深的空虚。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这个 Netflix 看了10多集的剧，看完之后带来的不是满足感，而是更深的空虚感。那真正的冒险会伸展你，逼你走到边界，同时让你学会承担责任，成为一个更有担当的男人。那当你成为一个更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你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大多数事情都是你能够掌控，且你具有一定的穿透力和价值感。那第三种渴望就是一个可以倾心守护的他。所谓的守护他，并不是把女人当成任务或者奖品，而是你能够承认并珍惜这个眼前的女人所给你带来的阴性能量的价值。这其中包括了温柔、直接、美感、流动，还有最重要的情感以及性。一个成熟的男人不会把他的伴侣当成妈妈，也不会把他当作皇帝或者观众来取悦，而是把他视为并肩作战的盟友。因为真正的亲密关系是共同的冒险，一起创造安全感，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守护生活里的美好。这里做一个小总结，当一个男人能够得到这3种渴望的满足，他其实就让这个男人形成了一套能量循环。战斗带来的就是一个方向感，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知道你以什么为中心来全力以赴。那冒险给你带来的是一种精神力量、热血的感觉。那个女人给你的是你有力量，有了温度，有了归属感，有了情感寄托。而当一个男人失去了这3者，他内心的能量就会枯萎，再怎么多的方法论都无法真正的拯救自己。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相信大家都知道冒险家贝爷吧？贝尔格里尔斯，他在19岁那一年，因为跳伞意外，脊椎3处断裂，好可怕，差点就因此告别军旅。换作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退休疗养，安稳过日子，但贝爷他没有啊，康复不到2年，他就选择挑战珠穆朗玛峰，并成功登顶，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登顶者之一。这就是战斗加上冒险的结合。他的战斗就是对抗身体极限和内心的恐惧，他的冒险就是挑战世界最高峰。而贝爷在复原的过程当中，他也遇见了生命中的他，与这个女人建立家庭。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贝爷他除了在他的职业当中是一个冒险家，其实他一直把家庭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我们身为男人，我们要清楚明白这3种渴望：战斗、冒险、深度链接。
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有存在的意义，他们是并行不悖的。也正如 Adler 说的，真正的男性能量不是单一的，它是立体的，它是整合的，它是有好几个面向，它是有结构的。你缺了任何一环，你就容易迷失。你不能说你没有这个深度的情感链接，你却有冒险精神，很难。你也不能说你有女人，但是你不想冒险，你不想找到一个为之奋斗、全力以赴的一个东西来做，那你会丧失一个男人的男性能量。那你在你的女人面前，你就没有这种精神面貌，你就丧失了你原本吸引她的那个吸引力缘由。对于我们男人来说，探索新事物，不管是旅游，不管是打猎，不管是搭讪，不管是把妹，不管是创业，还是结识新的朋友，学习新的技能，只要我们男人有定期的去探索新事物，那这些活动所带来的精神面貌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男性能量来源。我想跟各位兄弟说，我看见了一个事实，就是与其当我们年纪大体力不支时才来开始探险，还不如趁现在我们体力好，有时间有预算，我们好好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投资时间，去投资精力，活在当下，找回自己。绝对不要等到老了有心无力才想要去做的时候才后悔，这个时间跟钱都得花在医院去看医生。那我接下来说一下为什么男人会和自己失联。Aldrich 提出了4个原因，给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跟自己原始的那一面失去了连接。第一就是父亲与见识，这不是说父亲不爱我们，而是很多男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缺少来自父亲或者男性榜样的肯定、教导，还有边界教育。有时候父亲太忙，父亲缺席，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只给你批评啊、骂你、羞辱你，这些经历其实就像是一支箭，一支又一支去穿透你的心里，留下深层的自我怀疑，还有对世界的怨恨。那成年之后，他很可能极端的拼命证明自己，或者干脆逃避，不再被拒绝，不再冒险，也不再有犯错的可能性。但是不犯错其实就是等于犯错。那第二个造成男人和自己内在失去连接感的原因是假自我和面具。听起来有点怪怪，什么是面具假自我？其实就是没有真正的肯定自己。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学会戴上一个面具来生存，我们在所有人面前，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做自己。有些人他就会用这个炫耀包装或者成就来证明自己，有些人他就戴着一个面具，看到谁他都要搞笑讲干话，以便不让人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这个叫过度伪装。有些人则变成过度理性，不表达情绪。有些男人则去到哪里跟任何人交流都是非常理性，因为他想要压抑情绪，他认为情绪宣泄或者表达情感，或者表达这个情绪，或者有喜怒哀乐在自己脸上，其实是弱者。其实不是弱者，其实身为人，我们不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机器人，我们是有温度，我们是有情绪，我们是有喜怒哀乐。当然也有些人那就变成那种温顺的好好先生， always say yes， 什么都答应。短期内不同男人的不同面具可能可以保护着他啦，但是代价是别人永远看不到真正的你，亲密关系也只能停留在表面，或者停留在前面阶段，走得不深，走得不远。那第三个造成男人失去野心，是因为被驯化了。不管是学校、公司，甚至宗教文化，都喜欢男人变得温驯、可控、不越界。久而久之，我们男人的棱角就不见了，冒险精神也消失了，承担的力量也被磨平了。Adler说的就是真正的野性不是暴力，而是自发性，具有承担力和创造力，是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也能在日常中创造美好。那第四个原因是缺乏更大的意义还有召唤。Adler 他因为他是基督徒，他会说这是属灵的战争。但即使我们不谈宗教，你也需要拥有一个更伟大的故事来推动你的人生。你的职业啊，你想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你想为下一代留下什么样的价值，没有这些召唤感，你的人生就是陷入在那一些小琐事里打转，你的格局就会变得非常的低。那存在主义哲学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缺乏清晰的意义，人生就会被娱乐、成瘾、忙碌来填补，最后只剩下无尽的空虚。那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些小总结，就是
负伤让你质疑自己的价值，面具让你失去深刻真实的连接，进化让你失去冒险精神还有担当，那缺乏意义会让你失去方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男人会和自己的内在失去链接，失去那个野性，失去你本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一切的那一种使命感。所以我们这系列影片想做的就是帮助男人们一层一层找回这些失落的部分，让我们所有男人能够再次和自己对上号，连接起来，活出真正的野性之心。Wild at Heart 这本书不是要你一夜之间变成超级英雄，而是帮助你在6个关键面向一点一滴的去完成升级。所以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6个核心它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去升级你的能力，升级你的身份认同。第一个就是身份与自尊，从好好先生到稳定领导者，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自己有没有边界感，不要别人说什么都答应，不要总是害怕别人讨厌自己。真正有男性能量的自尊是敢于说不，敢于立界限，不怕别人生气。当你能够为自己设定方向，你不只是感情会更稳定啊，你在工作方面也可被视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第二，我们可以深入理解的就是情绪还有韧性。我们要允许自己是可以脆弱的，但我们也能够转换悲伤。很多男人习惯用忙碌、愤怒，或者是深陷一种你错我对的意识形态里面，目的就是来掩盖自己内在的痛苦。但你这样子逃避，你的痛苦不会不见，它只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爆发出来，扯你后腿。Atray 提出悲伤的工作包括承认失去，允许自己哀悼，并把痛苦转换成具有深度的行动力，这叫做情绪整合，它会让你在抗压性方面真正成长。第三方面就是关系与亲密，很多男人在感情里面都是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包括不断付出、拼命表现，其实这很累。真正高格局的关怀不是取悦，而是共创。你可以和你的伴侣一起设定目标，一起做专案，一起经营家庭。亲密感来自我们一起建立生活，而不是我单方面的去讨好你，我单方面的付出。这样相处的模式其实它会很脆弱。第四就是事业还有使命，我们男人可以把野性收编为长期战略。野性不是今天很有战斗力，热血起来，明天就泄气，而是你要找到一个你愿意为之较劲10年甚至一辈子的难题，不管是产业的革命，还是产品的打造，或者是为社会的贡献。你的核心竞争力不再只是为了自己3餐温饱，也不是为了职位升迁或者头衔，而是真正的价值堆叠，以及可重复使用可以带得走的能力和技能。第5个就是身体还有能量，我们的身体状态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Aldrich 强调可承受的风险训练包括肌力、耐力、户外的挑战。我们除了训练我们的身体，我们需要同时保证我们的睡眠充足，还有调整饮食，戒掉消耗能量的成瘾，吃真正对你身体好的食物，少吃加工食品。还有就是戒除消耗能量的成瘾，包括短影片、酒精、色情，这样你的身体才能成为你的盟友，而不是成为你的累赘。第6个就是灵性还有意义，我们可以重建我们的生命核心，我们可以透过重建存在感的根基，包括我们找到这个事业的核心，找到值得爱的人。因为一个人即便他的物质再充足，如果灵魂空虚，人就会麻木。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叙事，一个能够点燃你、给你方向的使命，不管是职业、家庭还是社会的问题，只要让你觉得值得守护、值得投入，那就是支撑你走下去的意义感。所以 Wild at Heart 这本书，它真正给男人的价值，不是让你变得更加完美，而是让你找回那颗野性且真实的心。那颗心会推动着你去打一场值得的战斗，敢于走上一段未知的冒险，并且有勇气守护一段具有深度意义的爱情。当你愿意活出这3种渴望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立体的男人。你既有锋利，也会有温度，你既能够承担，也能够共创。这才是我们男人真正寻找的男性能量。如果你听完今天的分享，觉得 Wild at Heart 野性之心能够点燃你内心沉睡已久的那份野性，那么我这边有一段长期计划，可以帮助你真正觉醒落地，
就是我们的 YouTube 会员专属订阅已经开启报名了。而我这个 YouTube 会员的专案，其实灵感也是来自于这本书，里面我会给你完整的指南、行动建议、实战策略，甚至具体的作业，一步一步帮你打造属于你的野性之心，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强大、有方向、有能量的男人。所以你可以考虑马上加入会员，不要只是停留在理解，开始真正学习，现在是最好的时机。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说的，还是你有什么有兴趣的主题，欢迎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言。那今天这集影片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我非常喜欢的好书，希望各位会喜欢。那今天影片到这边了，下一集影片见，拜拜。